好，回到节目，在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关注在最近中国大陆呢，在网络上面出现了一部非常火红的 AI 短剧啊，这个片名叫做《霍去病》。霍去病可能有些年轻朋友我不熟读历史的话，可能并不知道，其实他是呢在西汉武帝时代对抗匈奴的名将，啊，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那这部短剧呢，其实被人讨论跟这个热度爆表啊，主要是因为呢，它只花了3000人民币的成本，更惊人的是呢，它只花了2天的时间就制作完成，最后呢还创下了5亿次的播放量。而这部作品呢，几乎完全都是由 AI 生成，从它的剧本、画面、每个镜头、剪接、配音，全部都是 AI 一手包办。而更让人震撼的是呢，制作成本呢，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只是3000元人民币啊，是相当于传统的这些影视制作作品的零头而已。那其中最大的关键呢，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 C-Dance 2.0。根据呢官网的资讯啊，说影片输出的价格呢是每100万 tokens 是28元人民币，不含影片输入的话，则是每100万 tokens 46元。换算下来，生成15秒的影片呢，需要消耗30.888万 tokens。那如果以46块的单价来计算，单条15秒的影片成本大约是15元人民币哈，也就是呢每1秒钟只花1块钱人民币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作品。那这样的生成成本呢，远大于西方像是特别好莱坞的这些电影。那当 AI 的创作门槛被大幅降低，现在大家也在关心的是，影视产业会不会面临一场这个产业的大革命？所以这次霍去病的爆红，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讨论。不过呢，特别让人注意的就是中国大陆在 AI 的这个科技上面的应用这个层面哦，特别被关注啊。您怎么看在应用方面大陆 AI 的这些发展实力？就是说速度惊人啊，对，这个其实用 AI 用人工智能，也就是说这种后置的工具哈，来制造电影，其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在纽西兰，他拍这个所谓的这个《Lord of the Ring》，我忘记他中文魔戒的时候，它大部分就是所谓这种特效，特效。其实 AI 这某种程度我觉得是蛮相通的。后来也有这个哈比人啊，怎么样？那这些电影它后来上市都受到很大的欢迎，因为它的这种它的效果自创造，还有它的新奇性啊，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有非常大的票房，可是它当时成本也蛮高的。可是我去看过他那个公司在这个纽西兰威灵顿的总部啊，他整个电影就在一个仓库里面做的，那个公司就是很小，那不像你以前，你比如说我们叫 Universal Studio， 像这个环球影城大片场这样子，那以前西部片啊什么片那都是大场面，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就是用这种绿幕特效，就决定了。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我看了很多这些大陆网民看了这一场霍去病以后，发了很多感想啊。有人就是说，这个 AI 的片子他说在去年这个年中时候看起来还是动作很这个就是说不衔接，甚至有些面目都被扭曲的情况。他说今天看到霍去病，完全不相信这 AI 造成的，没有想到进步速度这么惊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就变成就是说，他这里面还有人的感想，就是说，如果 AI 再发展10年的话，他说这一句话讲得很有趣，他说90%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了。哇，这个地球上这太惊人了，都变多余了。对，然后还有人就说，完了，演员赚不到钱了。不过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也不认为就 AI 很快的会让大家以后都要看 AI 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到底你还是没有看到他的真人，你在里面创造一个人物里面，你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人物的演员本身产生这种实体的崇拜。大陆最近有一句话，有一个流行语，从去年下半年有个流行语很有趣也就是他们在一个这应该算是一个 AI 的这种初始阶段，可是大陆人民已经有一个感觉，年轻人常常讲说，我很喜欢这件事，因为它很有活人感。
活人感，也就是他已经知道他接触了很多不是活人，不是活人了，甚至电话的时候，对方在 answer 的时候，可能都不是活人，对，都是 AI 语音的，都是 AI 语音回答，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AI 它能不能够变成一个怎么样感情上，被这个社会完全接受，这还是一个考验啊。不过这部片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在 AI 的技术上面的这种发展之快。那而且最恐怖是那个成本降低到这种程度，没错，时间降低到这种程度，对，所以到时候人类就变成你永远是一个充裕的时代，而你在这么多充裕的产品里面，你怎么样脱颖而出？人类面临的将来不是匮乏，人类面临的是太多的选择。那你要思考，就是在给人 audience 或者说是这个customer 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会被人家选上？是。你霍去病，你花30分，你花3000块，我花1500我也可以办一个，然后我花3万块，那看最后那个还是用人的那个最基本的感官各方面的情感因素在决定的事情啊，还是无法取代。是这次霍去病这部 AI 短剧就是被大家讨论最热烈的2个数字，刚刚就是提到它的成本只有3000块人民币，然后呢有5亿次的播放。那比较这个好莱坞特别如果看到是好莱坞的大成本的制作，那确实这个它只是零头而已。过去其实不管演员、摄影、美术、后期团队这些相关的影视作品呢，都是非常花钱的，但是现在只需要一台电脑再加上一个 AI 模型像 C-Dance 2.0生成影片的能力，这次就让各界大为惊艳。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Russ 你怎么看？以后还会有工作吗？以后可能不需要这个节目因为就可以用 AI 做讨论，对不对？我们4个都是 AI， 你可以输入我要一个左派、一个右派、一个亲中、一个亲美就好了，对不对？对，抓一个主持人或美女主持人，AI 都可以生成，对不对？但没有活人感啊。但是说实在 ，AI 所有的方面都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它没有什么特点，但是以后 AI 就越来越细腻，这样对就会有了。那你说哪一个行业最后受到影响？那当然，影视广告有这些常用影片，这很明显。但是各式各行业都会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管你是传统企业或金融界，那你通常为了拉生意，要做简报给客户，对不对？然后去拜访客户，拉生意。那以前需要几个人做一个简报，那以后就不需要，对不对？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对不对？所以各式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是事实了。OK， 所以就像大使刚刚讲的，90%的人，那我们要尽量让自己成为那1%的，不然的话我们90%都被淘汰。你看我大使是外交官，对不对？那以前一大堆人都要写报告，对不对？不管你住在哪一国，以后都不用了。不需要那么多对，不需要。以前在华府，你的国会小组多少人，天天都写报告，那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了。Gemini 就好，或者 DeepSeek。AI 就是大幅的这个精简了人力但是 AI 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讨论，是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影像其实越来越让人很难分辨是真的还假的，尤其像今天我们讨论到的像中东战争最近伊朗的这个被美国跟以色列采取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当然最近在网络上面就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宣传影片，你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说呢有的时候呢是 AI 做的呢，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或是观众来讲很难分辨。所以当 AI 能够轻易的像我们看到做的一个 AI 短剧，它能够产生接近几乎是真实的这个影像像假新闻、假影片这些问题就可能会越来越多。基文怎么看媒体识读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吧？当然，这些假的，大家其实很多这个乐听观众也知道是假的，但是这是有趣味，大家也觉得很好玩。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个这个 band， 然后习近平弹吉他，然后那个川普好像在旁边这个干嘛？然后金正恩好像是打鼓，对，然后这个普京在旁边弹电子琴，大家就觉得很有趣，大家也知道是假的，但就是让你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笑，莞尔一笑。但是在很认真、很严肃一些场合，这种假的，其实就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国际舆论战，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这个攻击伊朗，那传出很多这个飞弹互轰的照片或影片，其实
普遍就有人认为里面可能有一些 AI 合成，但就目前来讲，其实很难分辨它的真假。特别是这种影片或者有关这种战争节奏过程里面所发布一些讯息，其实很容易因为它要进行所谓的认知作战，要动摇一些舆论，它特别弄。比如说这几天网络上还有就一位好像是伊朗人士吧，好像举枪自尽，那媒体上面有讲啊，这个人好像是因为泄露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行踪，这个后来这个哈梅内伊被格杀，畏罪自杀。这个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假，但也没办法佐证它绝对是假的。但总体来讲，看过以后，很容易这个让人家认为，伊朗有一批人就是支持哈梅内伊，就是他的这个民间这个气氛，会产生一些怀疑。但总体来讲，确实这种 AI 未来的技术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各方面。我认为它就像那个诈骗，对，或者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行为，未来会不会有所谓 AI 国际的一些论坛进行这一方面的检讨？我认为随着它发展，这种外扩效应越大。